还是还有8秒、7秒，好难的死。喂！哦，晋级了！你是第2级50 kg， 恭喜恭喜！多达15种口味，好可爱哦！从上面看，就像是一只熊在对你笑。在玉龙门附近的城墙啊，可以看到啪啪啪这些很多洞的痕迹。这个洞里面卡了2个小东西，这是当时炮弹的碎片啊，可见当时战争之激烈。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大家早安，我是161。上一集我们带大家走过了武士时代，这一集即将带大家进入你们在历史课本上面一定都有读过一段非常著名的历史。明治维新，它的起源地就是在鹿儿岛这边哦。那我们现在在鹿儿岛市的甲图川历史之道，它是一条散步路线。左右两侧呢，也散布了一些江户末期到明治初期的历史景点。那其中最重要的景点之一，就是有关西乡隆盛这位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曾经驻足过的地方。那今天这集呢，也会跟大家分享他一些人生中的小故事哦。西乡隆盛的出生地位于鹿儿岛城下甲图川沿岸一带，现今已被保存为公园形式的纪念地。从鹿儿岛中央车站步行约10分钟即可抵达。西乡的一生可说是起起伏伏，从明治维新的功臣到日本内乱的叛军首领。虽然生前结局悲壮，但死后受到日本民众广泛的敬重与同情，甚至获得明治天皇的特赦。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走进鹿儿岛市，一同了解这位传奇人物的故事吧。不管是喜欢日本历史，还是看过日本动漫或是影剧的朋友，相信或多或少都已经听过西乡隆盛这个名字。他生于1828年，是江户时代末期萨摩藩的武士、军人兼政治家，同时也是明治维新的重要推手。他在明治初年呢，就推行多项的改革政策，与幕户孝允，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桂小五郎，还有大久保利头并称维新三杰。同时呢，在甲图川这边呢，大家也可以看到西乡隆盛诞生地之碑，这里也是他弟弟的诞生地哦。周遭也有许多维新志士的出生地，可谓地灵人杰啊。出水寺的鹤怎么飞来这边了？哎呦！大家知道吗？天文馆不是为了观测星象用的哦，它是位于鹿儿岛市中心这边最繁荣的商店街。这边是采用廊道式的设计，除了遮风避雨之外，据说也是为了预防樱岛火山灰。在这个热闹的商店街里面呢，应有尽有，在这边就让大家一站购足，非常的方便哦。不过虽然这边不是观测星象，但它的名称由来确实也是跟天文相关。因为在江户时代，萨摩藩的航海贸易兴盛。当时的藩主岛津重豪在1779年设立了天文观测所，叫明史馆，又称为天文馆，主要就是研究天文跟历法。所以现在在这条天文馆通上，也可以看到一些是以天文为意象的装置设计哦。不过我现在只觉得一股寒意从屁股透上来，すごい寒いね。这个铁椅有够冷的，我要现在立刻站起来。来吃炸鱼饼，这间店在天文馆通的叫阳丽屋。不知道跟阳丽花有没有关系哦？那吃起来应该别有一番韵味。它这间店的炸鱼饼有提供超多种口味的，但我们就是无脑直接点了前3名各一个。网传说它的口味口感吃起来也有点像比较清淡版的甜不辣哦。大家料理可能就是在某方面都有相似之处。这筷子总有点像炸豆干啊。这其实它不是那种黄色的起司，是白色的起司。所以我刚吃的时候想说起司在哪，然后嚼一嚼起司味就会冲出来了。它就是用新鲜鱼酱，然后应该就是搭配不同的配料，不同口味还有不同的造型。然后我觉得它这个炸皮啊都不太腻耶，它这种就好像小点，很容易就一个吃了一个。下次是不是要把前5名都买回家？最后一个，它长得像玉米，应该就是玉米的吧？可以把它做成像玉米的样子，太可爱了吧？很可爱。哎呦，这个有点重量哦，我觉得很好吃哎，玉米有点汁水。
搭配它的鱼饼，就是增加一些湿润感，不会觉得干。哇，它的口味真的好多种，那如果全部吃完，不知道会怎么样哦，所以它有提供那种礼盒，可以冷冻冷藏，所以如果在地的人，我看就蛮多在地日本人在买礼盒。不错不错，傻子妈阿给，傻子妈阿给，杨丽花。不错不错，都是名物啊，名人跟名物。冷死啦！快要冻僵啦！来日本一定要吃个热乎乎的拉面啊！已经迫不及待店内超温暖。没有错，这一间呢就是在天文馆头里附近非常有名的拉面店豚头喽。哎呦，对啊，据说它的猪肉是使用黑猪肉，而且是使用颈部这边的猪肉，就是你这边的肉。哎，但是松板猪吗？啊，应该就是我们的松板猪哦，一头猪只能够取出200到300克，非常的稀有哦。哇，那一定好吃的吧？啊，既然是黄金6两，应该是啦。我们马上来吃吃看，是不是 QQ 脆脆的？而且它汤头看起来好浓哦，香香的。然后里面就是有葱木耳，然后我们是点有半熟蛋的组合。哇，一捞就是那个油脂啊！它的这个肉跟我们的松板猪脆脆不一样，它是弄到入口即化，我一夹它就化掉。哇，那我必须用汤匙试试看。这么稀有的部位是不能掉下去的。正便。化掉。我怎么觉得它的这个叉烧肉已经是嫩到有一点像在吃猪脚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哦，就是那种 QQ 黏黏的，这个汤头好浓郁。你喝喝看，它的油香。哇，好舒服哦！我发觉它给的面量也蛮多的。那是因为我们点大份。被你戳破了，真是。没有错。在屁呀！又想要吓我。一般的拉面的面量呢，通常都不够我吃，我们一定都会加面。他都是点大份，然后我的面会给他吃。然后他的点餐方式就是跟很多拉面店一样，都是使用点餐机，并且有中文的选项哦，所以不用担心的事。我以前刚来日本的时候，这种点餐机啊，剔玉，我以为是加蛋。哦，我也是。因为台湾不是写什么玉子烧、玉子烧吗？结果是加面。我看他墙壁上写说是幸福的一碗面啊。真的是很幸福。吃下去真的是幸福哦，在这个大冷天里面来一碗热乎乎的面，真的好吃。在涩谷那边非常著名的忠犬八公像，它的创作者安藤照，同时也是鹿儿岛这座西乡龙生像的创作者哦。这座铜像背靠城山公园，身着军装，相当的雄赳赳气昂啊。像我们现在只能够拍到他的脚啊。那为什么他是穿军装而不是穿武士装呢？我们刚刚有提到嘛，他身兼多职，既是武士又是军人又是政治家，这其实是跟他少年时期发生的故事有关。就他确实是上模藩下级武士的长子，但由于当地时常发生斗殴事件，然后在一次斗殴事件呢，他好心去劝架，反而被刺伤右手臂，导致他没办法握刀，也因此他就换了一条道路，专心研读学问，因此也为他未来的政治生涯铺路啊。因祸得福的概念就对了。没错，上帝帮你关了一扇门，就会帮你开启另一扇窗。鹿儿岛出生的知名雕刻家安藤照，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不幸罹难，其兼做住家与工作室的建筑以及相关设计资料也一并焚毁，因此西乡隆盛铜像的实际高度常年只能依据当时的新闻报道与推测资料估算，普遍认为约落在5.45到5.75公尺之间。直到西乡隆盛诞生180周年与逝世130周年，同时也是铜像建立70周年之际，
鹿儿岛工业高等学校的4名女学生挑战进行实地测量，经过缜密的计算后，得出实测结果。铜像高度为5.257公尺，约5.7头身，含基座总高度约8公尺，是日本最有名的西乡隆盛铜像之一。据传啊，西乡隆盛他本身是一个爱狗人士。他以前好像养了10多条狗，这么多？对啊，而且啊，他吃饭的时候都会优先把一些好料，像鳗鱼啊、鸡肉啊，优先给他的爱犬吃。你看，他是个超级爱狗人士看起来从以前狗就过得比人好啊。对啊，本来这边也有一个他曾经的狗狗的铜像，但是我们目前找不到它 ，disappear， 应该是跑出去玩。赵国神社侍奉着岛津骑兵，他是萨摩藩藩主，同时也是岛津家家主之一。在他过世之后呢，被天王追封为赵国大名神，这间神社的名称也因此而来。目前它也是鹿儿岛县最大，而且也是参拜人数最多的神社之一。每年元旦都有相当多的人前来这边朝圣哦。那岛津骑兵呢，也是西乡隆盛人生中的贵人跟伯乐。在西乡隆盛年轻的时候，他敢言又有想法，就被岛津骑兵所赏识，一路从小吏到贴身官吏，认识了许多人。正当西乡隆盛想要大显身手之际时，没想到岛津骑兵就因病过世。西乡隆盛整个超难过，一度想要寻死。好在在僧人月照的劝说之下，他就坚强起来，从此立志为国效力。创建于1864年的赵国神社，在西南战争及太平洋战争的空袭中2度烧毁，历经多次重建。进入神社前，会先经过巨大的白色鸟居和一棵树龄超过100年的奇鹤犬真树，相传是骑兵时代栽种的古木，因剪成鹤形而得名。境内主殿庄严肃雅，处处可见岛津家的圆环十字架纹，右侧则立有岛津骑兵铜像与战没纪念碑，是日本少数供奉藩主的神社之一。赵国神社象征了骑兵对萨摩及日本近代化的深远贡献。他积极引进西方文化，设立工厂与学校，培养出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维新志士。每年7月中旬举办的夏日祭典6月灯，届时满境灯笼点亮，热闹非凡，是鹿儿岛夏季的代表景象。鹿儿岛城又名鹤丸城，它是由萨摩藩首任藩主岛津家第18代当家岛津家久于1601年所建造的。它是一座依山而建、向平地延伸的平山城，在当时是萨摩藩的驻城，现在也被指定为鹿儿岛县的指定史迹哦。那我们现在呢可以看到雄伟的石墙，还有护城河遗迹。但是鹿儿岛城粉城呢，在1693年跟1874年的火灾之后就没有再重建了。那我们身后这栋玉龙门呢，虽然在1873年遭遇火灾，但在2020年时就依据旧照片或是史迹的基石，完成了重建这栋2层楼高的木造建筑，然后它高20公尺，是日本国内规模最大的城门之一哦。那我们现在站在的这座石桥来头也不小，它原本是木桥，但在1810年时，萨摩藩乡政府申请许可之后呢，就改建为石桥，成为重要的历史遗构。筑城时，军事防御的核心设于城山一带，而行政与政治中枢则集中在藩主居所周边。鹿儿岛城也展现了当地独特的石头文化。由于火山活动频繁，鹿儿岛广泛分布有火山碎屑流形成的溶解凝灰岩，自古以来便被大量运用于石垣与各式石造建筑，也成为今日鹿儿岛街景的重要特色。城内石垣多使用约50万年前火山喷发形成的反填土石，并采用切割整形、密接堆砌工法搭建。另外，在玉楼门周边亦可看到灰甲基、金长曲残等需要高超技术的石垣样式，显示在当时已具备了精细加工石材的条件。南侧二之丸一带也可见部分城郭痕迹，城前桥栏上的青铜圆珠装饰至今仍完整保存，成为珍贵的历史见证。
整体被列为日本遗产萨摩武士居住城镇的一部分。在玉龙门附近的城墙啊，可以看到啪啪啪这些很多洞的痕迹，这是在西南战争中留下来的遗迹。然后再仔细看这边呢，这个洞里面卡了2个小东西，这是当时炮弹的碎片啊，可见当时战争之激烈。西乡经历了1858到1859年幕府镇压改革派的安政大狱，这是由江户幕府大佬锦衣直弼主导的政治清洗。西乡虽未直接参与政治斗争，却因与被牵连的朝廷人士关系密切，遭到追究，甚至与僧人月照一同在锦江湾投水自尽。想不到月照登出了，西乡却奇迹生还。事件后，西乡被视为已死之人，遭到严密监控，并流放至奄美大岛，人生彻底跌入谷底。直到1863年爆发萨英战争，淡泊藩因深麦事件与英国交战，亲眼见识到西方列强压倒性的军事与科技实力。这场看似失败的战争，促使萨摩藩迅速转向学习西方强兵复国的路线。随着局势转变，藩内急需能人，西乡获得赦免归来，并成为主导军事与对外政策的核心人物，从此正式站上权力舞台。1866年，在坂本龙马的牵线下，西乡促成原本势不两立的萨摩与长州结盟，目标是联手推翻幕府，缔造敌人变盟友历史性的萨长同盟。幕末时局动荡，西乡隆盛与大久保利通联手推动王政复古，结束幕府体制，开启明治新政府。1868年，幕府拒绝退位，内战一触即发。西乡以谈判取代战争，成功促成了江户无血开城，避免大量流血。这一连串关键事件不仅开启了明治新政府，也成为西乡一生最具代表性的篇章。再接下来是刚刚买的欧米亚给，我们买了名食屋，还有蒸汽屋。这间名食屋呢，它是创立于1854年。也是鹿儿岛这边非常知名的和果子店，我们买了青羹。据说它的初代店主啊，受到岛津骑兵的之命，将它的味道改良成至今的模样，传承至今已经有7代了。而且你看它包装上就写着青羹原主啊，外观白白的，看起来好漂亮。我怎么觉得跟我们的发糕很像？好像就是甜甜的发糕，只是多了红豆。但是蛮好吃的，蛮好吃的 ，QQ 的冰冰的感觉。对，外观就是蓬松蓬松 QQ 的，然后再搭配那个红豆馅，我觉得搭起来还蛮好吃，而且好神秘哦。重点是这个味道已经传承了7代了，岛津骑兵也曾经尝过。历史人物吃过的。给我找一下哦。试试看这个萨摩蒸汽屋。这间蒸汽屋跟名食屋一样，都是青羹的代表店家，在鹿儿岛都很受欢迎。只是说蒸汽屋它另一个人气商品是这个卡士达蛋糕，它就是说外面啊它是那种海绵蛋糕体，它里面包卡士达酱。这个一听就觉得欠吃啊！这个摸起来就跟刚刚名食屋的青羹不一样，这个就是蛋糕的触感，看哦，就是蛋糕哦，你看。也很蓬的，然后也好可爱哦！哇，太甜了！里面真的有卡士达酱哎，好滑顺哦，好滑顺就是外皮啊，海绵蛋糕软软，然后里面卡士达很浓松很滑顺的，天啊！感觉名食屋比较像那种古早老字号甜点味道，这个就是比较新潮一点的感觉。给鬼给怪改良版就对了啊。那另外呢，在这些蒸汽屋发现了这个。西乡冻的东西，想说买起来看看是什么。既然挂名西乡，那就应该相当的厉害哦。没错，让你哥哥，你看上面还有这个岛津家徽，对，然后一个十字纹，哦，好像一个大饼的感觉，但然后闻起来它的香味有点像铜锣烧好香哦！就是面皮烤过那个香气。它的外形怎么跟我们的核桃酥有点像？对，只是说核桃酥是比较酥的嘛，然后这个是像铜锣烧。
但又比铜锣烧硬，你会被戳中笑点是不是？哦，我突然间拉热茶的感觉有没有？朴实无华的美味。这个口感啊，很像在咬碰饼。大家知不知道碰饼？白白圆圆的那个碰饼，古早味。对，它就是古早味，就是朴实无华，但觉得也不难吃，然后就是会嚼到那种面皮的香气。这三个啊，明石屋、蒸汽屋跟这个碰饼啊，碰饼，我自己最喜欢这个。哦，居然！我自己最喜欢的，因为它的那一股香气跟它那个口感。哦，对，它其实是香气最重的。你呢？我比较蒸汽屋的卡士达，我就是比较喜欢这种新潮的东西。既然吃了西厢冻，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个西厢的传说有趣小故事。大家现在看到西厢龙神的照片啊，或者是雕像，都稍微有点浮态。那是因为据说他虽然不太爱喝酒，但他还蛮喜欢吃一些油腻的东西，跟一些甜的东西，特别像是蜂蜜蛋糕之类的。就跟你一样，喜欢吃甜的。吃啊。就是可能以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饮料喝全糖的概念。那在当时呢，因为他又是身兼要职嘛，很忙，没办法运动，又爱吃甜的，就不小心给他发胖了。所以当时他的老板就是在看不下去，太胖了，就叫医生帮他做检查。医生一检查发现他居然患上代谢失调症候群，所以就开始勒令他减肥。那减肥的万年不败定论呢，就是饮控加运动。所以西厢也很认真的进行了这一系列的减肥计划，然后最后在3年内，在100公斤瘦到80公斤。所以3年减了20公斤，那他中间一定有偷偷吃这些饼，不然怎么好像不是很多的感觉呢？对，好像有点少。哇，好小台啊！颜色太可爱了吧？来吃第2碗拉面，没有错，这一间叫筋斗云，好 Q 的名字。对啊，它是用猪骨跟鸡骨熬制的汤底，但你选不同颜色会不同口味哦。没有错，在点餐的时候搞不懂它代表什么意思，点完才去查的是什么意思。对啊，有白色、黄色，还有黑色，还有红色。白色是代表豚骨，黑色是代表酱油，黄色是代表味噌。红色就是辣的啦。对，所以我们是点了味噌跟酱油，然后其中一个点 set 很丰富，有那个卡拉阿给、gyoza，还有一碗炒饭呢。满足来日本就是拉面巡礼是吧？蛮浓稠的，跟第一间店的感觉是不同派系的。它的味噌里面有一个花生的香气，蛮好喝的耶。它的汤里面放了很多洋葱，吃的时候有脆脆的口感，还蛮有趣的。这边的肉很酷，老板刚才还有炙烧，哇，看起来很厉害，那整个都是那个炙烧的香气，感觉筋斗云这一间适合比较重口味的人来吃哦。你试试看它的面，哇，这间面就比较粗了，2种完全截然不同的风格，还不错。加面来啦，各位！哇，热腾腾的。这种比较粗的面体，好像我们在吸的时候，它比较能够扒附汤汁在上面哦。老婆吃大块的，一起。来，大块的给你。我还以为这个是3块耶。No， 我刚以为是3块耶，它是1块。它1块卡拉 OK 就这么大。哇，现炸的哦。哇，里面的肉质都还是有保留着，而且它外面裹的这层皮啊，蛮薄的，不会感觉都是在吃炸皮。对。觉得日本拉面店的老板啊，如果去台湾不卖拉面，他们其实可以改行卖咸酥鸡。好像是大同小异。卡拉 OK 都蛮好吃的。每次来拉面店都会忍不住想点煎饺，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说实话，煎饺我觉得还是八方云集比较厉害。赞！好险！好可怕！再用。好的，粒粒分明，炒饭一定要粒粒分明的。莫非这间店的老板跟中华文化有什么关联性吗？取名叫筋斗云，那炒饭又好吃。对。多达15种口味。那我先来看一下 menu。在天文馆这边有一间白熊冰，非常的特别。你有看它的冰
老板有这个构想的时候是在1947年，2年后1949年就实际的把这只白熊兵推出市面，将近70年的历史了。它好可爱哦，从上面看就像是一只熊在对你笑。然后冰看起来很圆，很像雪花冰的感觉。然后说它是有淋上特制的牛奶跟蜂蜜糖浆，然后再搭配这些果冻啊、水果，非常缤纷又梦幻又可爱。背后还插了一些香瓜，很绵很细致，到嘴巴直接化掉，没有冰的口感。那不就跟雪花冰的口感有点像？对，直接化掉。那搭配个水果吃吃看，这水果是荆棘耶，就意外的蛮搭的，因为冰是甜的啊，荆棘会有它特有那种苦酸味，所以综合起来蛮杯的，是意外的蛮好吃的。那再来搭配个果冻试试，戳它脸颊了。果冻本身没什么味道，就是增加一个口感有趣啊，吃起来就是开心。哎，等一下，好像真的有哎，这个是什么？我底下挖到一个白白的东西，所以里面真的有藏东西哦。凤梨刚刚在底下，我还以为里面会是藏那种小红包袋，或者是一张红纸，里面写一个大吉这种东西。那我还以为里面可能会藏什么钻石戒指之类的。今天节目到这边也差不多啦。他厉害到他还有出自己的周边呢。对，还有那种皮带啊、手表啊什么的，强哎。位于鹿儿岛的城山公园，它是一座标高107公尺高的山。之所以叫城山，是因为它就在鹤丸城的后方，就叫城山公园。那园内的步道大概2公里，终点是通往展望台。沿途除了自然美景，还有遗迹神社等等，更是留有西乡农舍到访过的遗迹。谈到鹿儿岛历史或是西乡农舍历史，绝对是一个不可或缺之地。在城山展望公园，不仅能够远眺鹿儿岛市区，也能够看见锦江湾以及非常漂亮的樱岛。这边也是西乡指挥萨摩军的总部哦。在西南战争，这边也是最后的激战之地。那作为开启明治政府一员的西乡农舍，为什么会变成敌对的一方呢？这是由于在明治政府初期，西乡农舍当时本来想要退居幕后，那国家还是需要他，所以他就被请回来参与像是废藩置县啊、征兵、教育改革等等的，也奠定了近代日本的基础。那当时以大久保利通、幕户孝允等人为首的镰仓使节团出国去跟西方链条去修订以前在江户末期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那西乡农舍则是作为留守国内的一派推动改革。不过呢，当时他们又有约定说，在镰仓使节团回国之前呢，不能进行国内的大小改革的ダメです，所以导致双方的矛盾日益加剧，理念渐行渐远。再加上有征韩论的外交议题，西乡也没有受到支持，所以他就愤而返乡。那回到我们美好的鹿儿岛故乡呢，他就创立私学教育英才。那之后就随着全国萨摩藩氏族开始叛乱，在1877年呢，就推举西乡为领袖，引发了日本最后大规模内战西南战争。在城山公园后面这块腹地，就是当初西乡为首的萨摩军他们的总部就在这边。那也是日本西南战争最后激战之地。目前现场只遗留下这块纪念碑供大家来追忆了。西乡率领约1万名士兵苦战7个月后，只剩300余人退守至城山洞广场。其名称源自鹿儿岛在大正时代流传的一句生活用语：“洞响了，太阳到正午了，该吃饭了。”这里所说的洞，指的是当时每天正午由官方释放的午间礼炮。炮声响起时，指刺的炮弹会在空中破裂，紫血四散，宛如一场紫血雪，是当时市民用来辨认时间的日常风景。由于正午的咚总是在这一带响起，附近便被称为城山洞广场。这段声响也成为鹿儿岛人共同的时代记忆。
5万多名政府军的包围之下，寡不敌众的西乡军败退至西乡隆盛洞窟这边。那这个洞窟呢，也成为西乡隆盛最后度过人生几日的地方。1877年，面对政府军包围与连番炮击，西乡在偃旗息鼓发动最后抵抗时，腰部和大腿都已中弹，最终于西乡隆盛中焉之地选择了最符合日本武士的死法，切腹自尽，并由部下别府境界代为戒错，即为切腹自杀者斩首，免除痛苦折磨的行为过程，是一种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别府随后也自尽，日本最后一场内乱西南战争也随之落幕。虽然西乡隆盛的人生以悲剧收尾，但仍受到民众的敬仰。在1889年，明治天皇特赦并追赠为正三位。那至今，他仍是鹿儿岛民众以及日本很多人心目中的大英雄。所以我想，如果当时有幕末人物票选，他一定是名列前茅。而且我们这几天在鹿儿岛旅行，也看到很多是以西乡隆盛为意象为造型的欧米亚给，没有错，可见人气之高啊！地は通過300メートル、650あるで地にとはしささらたので。我老婆在西乡隆盛临终之地是感触特别深，在这边碎碎念什么？我就在拍哦，我都乱念一通，有些字都不会念，我在乱念。岛津家的族谱，好多9字辈的哦。都是9字辈的吗？那历酒跟他们有什么关系？那我的山下智久呢？明治维新是19世纪末相当重要的改革，结束了江户幕府时代长达260年的统治，这也是把日本迈向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幕后的推手大多来自鹿儿岛这边，像我们旁边这座维新故乡馆，里面就展示着萨摩以及明治维新相关的典故，非常的有趣哦。那馆内是由1楼和 B1 所组成，它就是透过影像投影啊、立体模型，还有互动小游戏的方式，让游客可以用比较有趣的方式了解维新志士的故事，还有他们的生活。那想当然尔呢，今天我们的主角西乡隆盛在里面就可以处处看到他的身影哦。你现在在拉的这个是萨摩军的炮，很重哦，我觉得很重哎，超重的。要换伊吉利斯了，也是很重哦。我觉得发射一发要时间呢，所以要当炮兵也是不容易。没错，加油！1、2、3连发，来试穿看看。好，我也要穿军装。我是大酒保，来穿穿看他的。那我是西乡党，我好像不很好穿啊。大酒保，大酒保是比较瘦啊，还是我太胖了？应该是衣服太厚了。好啊，极限直接拉到这边了。跟西乡赏和他的爱犬一起拍照。1、2、3，进去。今天晚上来吃呷哺呷哺。呷哺呷哺。哦，我的料理叫贵 cos， 就叫贵。好，可以，可以。晚餐来吃呷哺呷哺，下起来！鹿儿岛的名物，另一个就是黑猪肉，这间也是这边在地的老店，有60几年的历史哦，非常的复古哦，而且这边的榻榻米刚才有吓我一跳，它居然还有类似这种地暖脚可以伸下去的，好做多了。对，我们每次做榻榻米都抖来抖去像虫一样。很佩服日本人到底怎么可以就是做很久哦。对啊，他这边有提供套餐，有单点，要么就是点黑猪的套餐。今天晚上的这个肉盘呢，相当的厉害。我老婆说它看起来好像樱桃哎。对，是红色的，好漂亮的油花，非常的漂亮哎。对，哇，鹿儿岛黑猪，涮起来。哇，它这个猪一下去啊，整个汤就开始有那个猪的油。
因为它的汤本来是那个清的昆布汤，然后它的那个蘸酱 sauce 有点酸咸的，蛮好吃的。好吃的，就是完全猪肉纯粹的味道。冰虾鱼生鱼片，鱼的纹路啊，银色的，很漂亮，亮亮的。那来沾沾看它这个芥末味噌酱，我怎么觉得它的酱都调得很好吃？不错，就是都有一股刚刚好的酸味。哇，马上来试试看。辣，哟西。这些就是日本人的一些误解啊。那另外还有鸡肉沙西米跟煎鱼，对，也是这边的名物。这趟真的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鸡肉沙西米。只要克服了内心的那一道坎，其实它是好吃的。但当然是要找卫生的店家啦，因为这个如果不卫生，应该这趟旅行也不用玩。再来吃这个煎鱼，你的脸就写着好吃2个字啊。它这个酱有一点像是七味粉，一点点的微辣，沾起来也是很好吃，也是很好吃。肉本身的风味搭配酱汁，相得益彰啊！对啊，这间我封它为酱王。突然发现这边有一小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感觉像生鱼片，看起来像腌制物，还是什么鸡肠、猪肠？你这样会害我怕怕的。我看一下，脆脆的，我吃不出来它是什么东西耶，我也吃不出来。但就是腌制物，味道比较重咸。对，味道比较重咸。我觉得这个好像要配饭吃，糟糕，嘴太浊。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到这边也差不多啦。这一集我们带大家走进了鹿儿岛市，看了许多跟西乡隆盛有关的事迹，相信透过我们的影片，也让大家对这一切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了吧？老婆，你嘞？我觉得当时在查资料的时候，因为都是看文字嘛，所以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感触。但经过这样走一走，觉得就是对他的事迹啊，觉得真的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也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充满热情跟理想的历史人物，就会觉得好像拉近一些距离，没有像是真的是在历史课本中那么遥远的感觉。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释出其他鹿儿岛系列的影片，也请大家记得多多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出去，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挑战。完成！恭喜你成功了。